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金针菇不要炒着吃了，今天分享个金针菇您从没吃过的做法，加几个鸡蛋，出锅外酥里软，咸香拉丝，比包子、馒头都要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把金针菇和3个鸡蛋，我们先把鸡蛋放一旁备用，接着来处理金针菇。把金针菇根部这里切下来不要了，因为这里有很多的泥沙，很难清洗干净。再把金针菇给它掰开，掰成小朵。掰好后放大碗中，往里边加勺食盐，倒上的清水没过金针菇，用手抓拌均匀。因为金针菇的长相结构比较复杂，里面会藏着许多的杂质、灰尘和泥沙。所以在烹饪之前呢，要好好的清洗一下，抓匀后放一旁浸泡10分钟。趁这个时间再准备半根玉米，把玉米粒剥下来，一粒一粒的剥下来，全部剥好后先放一旁备用。锅中水提前烧开，把玉米放入锅中，给它煮5分钟，把玉米煮熟。5分钟后用漏勺控水捞出，再把它放入盘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金针菇也泡得差不多了，泡金针菇的水变浑浊了许多，再把金针菇好好的清洗一下，一朵一朵的清洗。清洗一遍之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到菜篮子里边控干水分备用。锅中水提前烧开，把金针菇放入锅中，给它焯水2分钟。金针菇属于菌类，像这种菌类都含有大量的草酸，焯水呢可以去除金针菇的草酸。烧开后再煮1分钟，1分钟后用漏勺控水捞出，迅速放凉水中过凉。放凉后再把金针菇控水捞出，用力挤干金针菇的水分，挤干水分后直接放到案板上。再把金针菇切碎，也不用切得太碎，像我这样给它切成小段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放大碗中，再加入煮熟的玉米，接着准备3个鸡蛋，把鸡蛋倒入金针菇的碗中，全部打进来以后再加入4克酵母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搅匀后再加入250克普通面粉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，最后搅拌成这样粘稠无颗粒状的面糊，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趁这个时间呢，再准备一个红椒，把红椒蒂切下来不要了，再把红椒对半切开，把红椒籽去掉，这样吃的时候才不会觉得辣。再把红椒切成细丝，最后再切成红椒丁。切好后放大碗中，再准备一个青椒，把青椒蒂切下来不要了，再把青椒对半切开，把青椒籽去掉，然后把青椒切成细丝，最后再切成青椒丁。切好后放大碗中，再准备几根小葱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切成葱花。切好后放入盘中，再准备一根火腿肠，先给它对半切断，再取半根火腿肠，给它分成4份，再给它切成细丝，最后再切成火腿肠丁。切好后放入盘中，接着准备4个鸡蛋，把它倒入辣椒的碗中。鸡蛋的量呢，可以根据家里人的数量来定。我家今天有3口人，就准备了4个鸡蛋。鸡蛋打好后来调一下味，加勺食盐，加上的胡椒粉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鸡蛋和辣椒完全混合在一起。搅匀后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金针菇面糊也发酵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表面起了很多的大泡泡，像这样就2次发酵好了。用筷子搅拌搅拌，
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。气孔排干净以后，再倒葱花和火腿肠，再来调一下味，加少食盐，加上的胡椒粉，其他任何调味料都不用放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鼓励一下我呗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搅匀后先放一旁备用。电饼铛先不用开火，往里边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底部和锅盖都给它刷上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刷好油以后，再把面糊倒入锅中，全部倒进来，用铲子给它铺平铺均匀，给它摊成一个鸡蛋饼的形状。这一步呢，一定要把火关了，如果开火的话，我们表面还没有整理平整，底部就已经烙糊了。摊平以后，再盖上盖子，用上下火先焖2分钟，给它焖定型。2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表面已经微微发黄了，像这样说明已经定型了。再利用一个大一点的盘子帮助它翻一面，再盖上盖子，再焖1分钟。因为这个是用酵母发酵的，比较难烙熟，就给它多焖一会儿。1分钟后打开盖子，现在的面饼呢已经快熟了，我们先给它取出来。然后在锅底再刷上一层食用油，防止粘连，再倒入一半的鸡蛋液，晃动一下锅，让鸡蛋液摊平摊均匀，用铲子整理一下。摊平以后，再把面饼放进来，然后再开盖煎2分钟，把鸡蛋液煎至定型。2分钟后我们来看看，用刮刀把鸡蛋饼取出来，底部定型说明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把它取出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在锅底再刷一层食用油，再把剩下的鸡蛋液倒进来，同样晃动一下锅，让鸡蛋液摊平摊均匀。趁着鸡蛋液还没凝固的时候，再把金针菇面饼放进来。现在呢，就要让没有鸡蛋液的一面朝下，再给它稍微整理一下，在表面倒上1-2勺番茄酱。加了番茄酱，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会更好吃。用刷子刷均匀。整个表面呢都给它刷上一层番茄酱，刷好番茄酱以后，再撒一些芝士碎，这样吃着会更香，而且孩子特别爱吃。芝士碎撒好后，最后再撒点黑芝麻点缀一下，然后盖上盖子，用小火焖5分钟，把芝士碎焖至融化。5分钟后我们打开盖子，哇，好香啊，浓浓的芝士奶香味扑鼻而来。看一下现在的芝士碎已经融化了，像这样就说明已经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放在案板上，为了方便食用，给它切成小块。我这里呢给它切成3角块，切的时候表面的芝士碎就能看到明显的拉丝效果，拉得很长都不会断，而且底部呢非常的酥脆。切好后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非常好吃的金针菇鸡蛋饼就制作完成了。色香味俱全，看着就很有食欲，家人闻到香味就觉得这道金针菇鸡蛋饼会特别好吃，做出来的口感不发干，并且咬一口的味道非常的鲜嫩。用酵母发酵的，吃着外酥里软，好吃又容易消化，加了芝士碎，还有浓浓的芝士奶香味，外面裹了一层辣椒鸡蛋液，吃着香气扑鼻，还有微微辣的口感。在早餐的时候吃上一顿金针菇鸡蛋饼，随后我们搭配牛奶、豆浆、白粥，就可以吃到全面的营养了。大人小孩都爱吃，而且做好的金针菇鸡蛋饼的口感非常的鲜嫩，由于有金针菇，所以做出来的味道也很鲜嫩。金针菇这样做少油、少糖、少盐，多吃了也不担心会长胖，用来当早餐真的很不错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这个视频麻烦您给免费的小红心鼓励一下我呗，辛苦大家了。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